大家好，老韩，今天咱们来看一台奥迪 S5 的敞篷版。感谢各位朋友提供的帮助，感谢大家订阅、点赞、评论、转发，点亮小铃铛。欧系品牌的车近年来车系分的都比较细市场细分的程度足以体现德国人的严谨与认真。奥迪 A5 同样也是市场细分的产物那在2007款上基于 A4 打造的 A5 车型首度正式开卖。那经过不断的完善， A5 呢逐渐形成了包括2门 Coupe、2门敞篷以及4门的 Sportback 的完整车系。那终于也在2001年在美国市场上 A5 系列的销量高于同胞 A4 系列。那 S5 车型呢，顾名思义就是加强版的 A5 现款 S5 呢是2017年底上的，源自于大众的 MLB 平台，又是大众那个神仙级的平台跟众多的家族大神都属于一奶同胞。那现款的 S5 呢，在外形尺寸上，那和本家族 A5、S5、2S5 不论是2门硬顶的还是2门敞篷的，只要是2门的，它们的轴距和长度都是一样的，比4门版的在轴距上短了 2.4 寸，总长上比4门版的也要短一些。目前现款的 A5 呢，动力划分也比较清晰，只要这个车叫 A5 就是 2.0T 发动机，叫 S5 的就是 3.0T 的6缸机，叫 RS5 的就是目前家族中的动力王牌6缸 2.9T 的发动机。而 S5 和 RS5 搭载的是8速自动变速箱， A5 2.0T 的机器搭载的是7速双离合变速箱，全系都是4驱车型现款的 A5、S5 都有2门硬顶、2门敞篷和4门硬顶版的车型， RS 版的没有敞篷车型A5 全系列产品前后悬都是5连杆结构的设计，而 S 和 RS 分别装有 S 和 RS 专门调教的悬挂系统。刹车盘呢，全系后刹车盘直径都是一致的都是13寸的。前刹车盘的直径 A5、S5、RS5 分别是 13.3 寸、13.8寸和 14.8寸。德系这配置就是分的特别细。那按照奥迪目前在美国市场上产品配置的惯例， S5 呢也分成3种基础配置。EPA 公布的 S5 的3款车身形式呢，在综合工况下油耗分别为23或24 mpg。 奥迪 A5 全系列的油箱容积都是 15.3 加仑。奥迪为在美国销售的新车提供了4年或5万英里的整车质保。那今天咱们看的这台是我拿到的一台厂家体验车2022款的 S5 敞篷版 Prestige 版本， 3.0 升 V6 涡轮增压8速自动。这车呢在基础配置上加了一个 Prestige 包，里面呢有 BO 音响，有自动防眩目、折叠记忆的外后视镜，有警报系统，有司机座记忆，有泊车辅助，带交通标志识别的抬头显示，主动道路保持辅助，主动巡航，加热方向盘，前排窗户用的双层夹胶玻璃，选了20寸的轮，前后轮都是265、30、20的等等配置吧。这车的发动机变速箱来自于匈牙利，整车下线于德国工厂。这车含运费的 MSRP 为73540。那像大家清楚A5 是从 A4 车系当中分离出来的一个车系那不管是这代的 A4 还是 A5， 包括这台 S5， 都不是最新的奥迪设计风格了他们还停留在上一个产品设计的阶段。那像以前奥迪家的产品也是比较中庸的，并不是那么夸张，造型并没有那么犀利但近2年你中庸的产品，人畜无害的设计，在汽车界根本不受待见所以现在奥迪的设计呢，也是越来越夸张，越来越张扬那这一代的 A4、A5 呢，它并没有像现在的奥迪新时代的产品那样设计那么张扬整体造型上看上去还是那种人畜无害的造型。只是时至今日呢，它也加入了一些家族统一元素进行点缀。那外观整体看上去并没有看出有老的痕迹依然还是那副可爱的奥迪模样。那这台 S5 呢，在 A5 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动感元素的点缀包括在前脸、在侧面、在后面，包括在车内部，随处可见 S5 的 logo彰显了这车的别样不同。那这台 S5 的前脸呢，还是脱胎于 A4包括中网的设计，包括上面这个双饰条，包括大灯的布局，跟现款的 A4 还是比较像的。
那在这个部分呢，它做了一个导气孔，这面呢像个雾灯状的东西哈，它并不是雾灯，雾灯在这个位置，雾灯整合在大灯照明灯组里面了。它这个呢是一个雷达哈，左右各一个。下面呢凸出来一个电镀质感的前唇哈，看着还挺好看的，摸着质感也不错。侧面线条呢，其实大家来看，它并不是多劲爆的设计哈，整体来讲呢还是比较优美的，在中庸的基础上有一定的动感元素的调剂哈。大家看这条腰线哈，从前贯穿到后，它有一个浪的感觉哈，整个看着是比较优美的这条腰线。那现如今呢，只要说这个车跟动感能够稍微沾上点边儿，你就在外观找不到电镀亮条了，基本都是黑色装饰来彰显它的运动个性。这个车呢，它还保留着电镀亮条的装饰哈，包括前唇，包括整个前面风挡这个窗框。A 柱，包括这一圈，包括后视镜这个壳，都用哑光色的电镀亮条来装饰哈。即便是它这个轮毂也没有用黑颜色哈。其实我个人来讲呢，我比较喜欢这种颜色，我不太喜欢黑颜色。这台车呢用了4条2寸的大轮子，整个轮子呢显得是比较有张力的，比较动感的，而且可以看到它适当的降低了一下车身高度哈。诚实的来讲，这车的外部造型呢，包括前脸、侧面和后面，你谈不上多惊艳，也谈不上像现在这些小钢炮一样哗众取宠的设计哈。它依然是在比较扎实的、比较平稳的奥迪的形象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画龙点睛的点缀哈。包括它后尾巴灯组的设计，包括后面造型的设计、箱体的设计，跟 A5、A4 都是一脉相承的，只是在一些附件使用和点缀上，比常规版本的车呢显得要更加高级一些，更加张扬一些。包括下面大面积使用电镀亮条的装饰，包括下面4出排气，一边2个直出的形式，都在告诉大家我是6缸的 A5。这是这车的钥匙哈，后面还有 S5的 logo。你像奥迪家的产品也好，你像大众家的产品也好，它这个后备箱啊，这液压杆都非常有劲儿啊，很轻易的就能把这个后备箱给顶开。但顶开是好事，像这种价位的产品，是不是也应该给配一个电动关闭的功能啊？要不然这个后备箱关上确实得费网子力气哈。那这敞篷车呀，大概都这样。上次咱看那个敞篷的4系也是哈，当你这个棚放到后备箱以后，它整个这个后备箱的上方基本都被占据了哈，只有后备箱的下方进深是可以使用的。好在下方进深还挺深啊。它这个棚哈，当你车上有任何一个门没关，包括这个后备箱没关，它这个棚是不能够进行操作的。只有当把所有的门都关上之后，才能够进行开棚和关棚的一个操作。它这个呢，这块也有一个小挡头哈，它这是电动的，你按这个钮呢，它自己就收回去了。你再一摁呢，它又出来了，再一摁呢就收回去了。当把这个板推上去之后呢，整个后备箱比刚才能有一个稍微大点的空间哈，但依然空间不算太大，纵深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开口包括这个高度哈。左面呢这个挂钩放到第2排座椅的拉手，这个是挡板的开关，下面有个网兜。右面呢也是放倒座椅的拉手，下面有个网兜哈。带板打开之后呢，下面是个非全尺寸的备胎，启动电瓶这车也是放在了后面。这个车呢，第2排座椅也是可以放倒的哈，但是它有个什么缺点呢？就是它这个第2排座椅你要放倒，就得把第1排座椅调的稍微往前一些哈，可能会影响了第1排乘坐的舒适感。当第2排座椅放倒之后呢，可以临时应个急，买个什么大件儿啊、长东西都可以放里面了。增加了一些这个车使用的便利性哈。坐进来以后呢，如果不听这声的话，如果不看那个棚的话，这里面前面这个中控设计啊，感觉跟现款的 A4 基本就是一样的了哈。它呢也不属于目前奥迪最新的一个流行款式，奥迪最新的设计样式哈。现如今主流的它是3块屏哈。这车里面用料还是挺扎实的，你看这该用反毛皮的反毛皮，该有
碳纤维装饰板、包括这电镀啊、皮革呀，手感都非常不错。最左面呢，灯光控制也不是目前奥迪家族的最新款式了，它还是掰的。那目前奥迪家族最新款式呢是按键式的哈，包括抬头显示的高低调节呢，也放在了灯光控制边上，用这个旋钮进行高低调节。那如果你想调节抬头显示的倾斜角度，还有抬头显示的亮度，你只能到屏里面去调去啊。但是高低呢是在这个地方调。仪表盘也是家族统一的仪表盘的形式，只是它作为 S5呢，里边的模式显示的模式多了一些，比一般的奥迪的一块屏的液晶仪表盘可玩性高一些，可交互的项目其实都差不太多哈。那它只是多了一些跟竞技啊、跟运动相关的一些交互项目哈。同样，它这个仪表盘调节呢，也是透过方向盘左侧这些钮进行调节。当然，你还可以到中央屏里面就不同的显示风格、仪表盘的显示风格进行调节。首先，它有运动风格的、S 运动风格的，还有一个动感风格的哈。总体来讲呢，它这个 S 版本的比一般的奥迪的液晶仪表盘显得更复杂一些，可玩性更强一些。刚拿到这个车呢，是可以摸索一段、玩一段的啊。这个方向盘是奥迪家族的方向盘了，只是这个方向盘呢手感更棒啊。3.9点这块有一大半圈都是打孔皮的感觉，方向盘显得是比较粗的、比较方的哈。那像奥迪家族的方向盘的截面呢，它并不是一个非常规则的圆形，这个截面并不是规则的圆形，它有点椭圆的感觉啊。手抓在上面还是比较舒服的，而且大家看那个小缝线啊，做工比较扎实，做的还是比较精细的。下面还有一个 S logo 哈，彰显身份。方向盘的按键呢，左面是仪表盘的控制，右面呢就是语音、电话、多媒体，包括方向盘加热。那这个车呢，左面有2个拨杆，上面呢是灯光拨杆。灯光拨杆接面上这个按钮，它是道路保持辅助的开关。下面这个拨杆呢是巡航控制，它是带背景光的，上面这个不带背景光哈。那中间这块屏呢，就是非常典型的奥迪家风格了哈。它呢就是一块触摸屏，直接拿手上去杵着，下面呢也没有什么操作装置，拿手上去杵的呢，它这个反馈声音还是比较清脆的。它并没有像如今奥迪家族下面这块屏，在你手杵上的时候会有个反馈的感觉哈，它这个并没有。屏呢是以黑色为背景色的，屏看起来这个颜色搭配也挺好看的，反应呢还算快哈，也带无线的 Apple CarPlay 哈。倒车影像呢也带分屏显示，左侧2/3呢是后方视角。右面呢是全方位视角、前方视角、俯瞰视角、后方视角、后方广角视角、前方2侧盲区、后方2侧盲区。这车也带泊车辅助哈。下面呢就是现在 A4、A5 仍在使用的空调面板，当然在奥迪其他产品上都已经变成了一块屏了。那即便这个车不是一块屏呢，感觉它这个空调面板啊，不论是按钮的质感还是这个旋钮的质感，感觉都是比较上乘的哈。而且当你手快要虚接触上这个钮的时候，它就会感觉到你手已经快到了，有一个反馈的感觉啊。其实我手没有接触上啊，只是虚接触。如今这个价位的车只带加热不带通风哈。这小车空调还3分区，下面这都是奥迪家族的通用件的键子了哈。这面是驾驶模式的调节、自动启停的关闭、电子稳定系统、泊车辅助、驻车雷达。那面是整个屏的关闭哈，一按它整个屏就关闭了。这下面呢有一个 USB 口，有个12伏点烟器插口。这面呢是启动开关。它这个杯架看着做的还挺精致哈，上面还有氛围灯，但是它坐这个位置啊比较靠前。当你放一个稍微大点的杯或者稍微大点的瓶子的时候，感觉有点干涉哈，不太好往外拿。奥迪家族风格的电子档杆，按钮往上一推是 R 档，往下一落是 D 档，在 D 档基础上往右一掰是 S 档，一按 P 自己就回来了哈。下面是 S 的 logo， 这边是电子手刹，依然没有 Auto Hold 键。这就是多媒体开关曲目选择的，大家都知道哈。下面是负责开棚关棚的。扶手箱呢也是大众的风格比较浓郁，能加长，能缩短，能抬高，能降低。当然里面呢没有多宽，里面有个无线充电板，下面有个充电口。你看这 A4 的敞篷也带哈，只要一关门，小棍儿直接就把这安全带给你支出来了。当然你如果不系的话，它一会儿自己悻悻的又收回去了哈，感觉到多少有一丝不高兴，多少有一丝无奈啊。首先这个车将座椅放到最低以后呢，感觉仍然不是很低哈，仍然可以给你身体拖的相对来讲，在这个级别里面比较还是比较高的，没有那个没有3系低哈，不能有那种屁股离地不太远的感觉。
头部空间就没法看了哈，因为我为了摄像方便，我把棚周开了。即便棚不周开，空间也是没问题，头部空间也没问题哈，腿部空间也没有问题，横向空间也没有问题。这车的座椅呢，看着像挺战斗的，其实是挺舒服的一个座椅哈。它这个座椅呢，皮子摸上非常舒服，感觉皮子比较厚实，然后上面还打着这个菱形的纹路，并不像是那种纯跑车钢炮的那种座椅。我感觉呢，天中材料虽然是属于德系那种比较硬的，但是并没有330硬啊。座椅感觉非常厚实哈，而且各个该突出的部位呢，突出的幅度都比较大，包括腰靠的4项调节呀，腰靠可以凸出来很多哈，给腰一个很好的呵护。两翼呢，可以透过这个小圆圈，椅背的两翼凸起可以调节，也可以把身体夹得比较紧，包括它这个椅面手动延展哈。应该说该动的地方都能动啊，当然呢，它也不是那种钢炮的让你不舒服，给你绑在里面的感觉，就像是一个比较好的人体工程学座椅的感觉哈。而且它这个座椅呢还有按摩功能哈，你在开车的途中累了还可以给你按摩。车里面包括中控啊，包括一些布局啊，虽然还停留在上一代奥迪的设计哈，但是呢，里面的用料感觉还是比较扎实的，包括你像这碳纤维装饰板啊、皮革呀。它这车后备箱里带个这么个东西哈。当第二排不坐人的时候啊，可以把这个东西装上，就是这么个造型。你按上面这个钮呢，座椅自动往前，一松手就停了。这样就方便第二排上人了哈。第二排呢，我就简单的给大家试一试吧，因为这种车的第二排呢，基本都是放宠物的哈。这个座椅呢是我调的比较适合我稍微靠后点的座椅哈。这个座椅呢是我调的稍微往前点的座椅。当你座椅稍微往前的时候，腿是能进来的哈。空间感觉也还可以哈。做个成年人呢，如果临时短途做个成年人不成任何问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这个腰啊没有给腰顶起来，整个身体大家可以看到，整个背是蜷在里面的哈。这样坐时间长人会很累，当然可能是我的问题啊，我腰不好。配置呢，在边上也有个垫胳膊肘的扶手哈，下面呢这空调出风口只可以调温度高低，中间隆起还是比较高的，中间2个水杯架。为什么我坐在这敞篷车的第二排，心里想起的歌是《自由飞翔》呢？我从来也没点过那歌啊，我也不会唱啊。那把这个发动机舱打开之后啊，整个里面看着跟 A4 还是多少有点像的。包括这个发动机盖啊，也是占据了一定的翼子板的面积。打开之后，我们可以看到里面呢，由于这个车是3.0的发动机，整个把发动机舱里面装的是满满登登的，整个看着是非常整齐的。而且大家可以看到里面用料也是非常扎实的哈。里面呢能封的基本都给你封上了，包括你经常需要加注、经常维护的一些口，它放在了上面哈，那边也有一个。这也是奥迪的传统了。打开以后，里面总体来讲还是挺好的哈。只是现在这个奥迪的 V6 机器，我们是越来越陌生了。以前呢，奥迪家族的车上这些轿车经常能够看到 V6 的机器哈。现在呢，奥迪包括在 A6 上，你也很少能看到6缸机了哈。然后向右转。那要是往前推几年，咱们一看到德系车，它的名字上如果有个前缀或者后缀，叫什么什么 S 或者叫什么 M， 肯定没跑了，就是一些奔跑机器，拥有着德式的激情范儿、暴躁范儿。但近2年呢，随着欧洲那边引领的缩小排量的风潮，欧系产品呢，在绝大多数的细分市场，主流产品用的都是 2.0T 的发动机。那过去呢，在车系里稍大点排量的级别，现在纷纷都顶着什么 S 啊、M 的帽子，重出江湖。只是咱们别看它单纯就加个字母啊，这价格呢也加上去了。这台 S5，如果从动态上总体来讲，当你在舒适模式下行驶的时候，感觉到跟 A4 很像，甚至感觉比 A4 呢还要舒服一些。毕竟嘛，同祖同宗，一个炕上的兄弟。悬架开起来呢，有一种德系的舒适范儿，加上那种德系特有的高级质感。你过一个起伏平顺的路面呢，车身也会有一个谨慎乐观的上下起伏的幅度，绝对不会像那些纯牌钢炮那样啊，让你觉得屁股都卡秃了皮那种感觉。这个感觉还是挺舒服的。轮胎呢压到坑啊、路面上的细小接缝啊或者小石子的时候，它的颠簸也会经过适当的过滤之后，再传递给驾驶室，再传递给驾驶者。这台 S5 的敞篷的自重呢是4167磅，比硬顶2门版的 S5 呢要重了300多磅，感觉车身开起来呢有一种德系的高级轿车的厚重感。那如果单纯从悬架调教的感觉上来讲，我觉得比我那个330以及比前2天拍那个430
感觉要舒服很多哈。那动力上呢，这几天开下来，整体感觉它的动力配得上这个体型，是这种体型应有的一个动力表现程度哈。不论是在低速的蠕动、静止起步、中段加速，亦或是高速拔高，完全没有动力焦虑。尤其是低速的表现，起步初段的动力表现呢，完全不是4缸机加个涡轮就能够企及的。那3.0升的排量呢，即便是涡轮不介入哈，就在低速的时候驱动这么大小的车也是没问题啊。那当年开着2.4升6缸自吸的 A6， 踩的不也挺欢是吗？那再加上这车涡轮增压的介入啊，时机是比较早的，动力上要好于4缸机太多了。不论是自己家的4缸机，还是别人家的孩子。那当然你要看它头顶个 S 标，然后又有个6缸的机器，就觉得它多暴躁，这也谈不上。个人感觉啊，它这个 S 标的6缸机可能是给同是6缸机的 2.9T 那个王牌让路。同时呢，同样的机器为了给动感模式留更多的空间啊，这台 3.0T 的发动机呢，在舒适模式下更像是一台舒适的大轿车的调教。即便你经常性的大脚给油哈，依然难以算得上是暴躁范儿。那当你掰到动感模式之后呢，动力响应以及效果变化还是比较明显的。首先油门响应呢变得非常灵敏了，同样的油门开度，在动感模式下你会感觉到它会释放更大的动力。在动感模式下呢，你脚在油门上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开合动作，每一次你的脚稍微用力或者收油，都可以换来车身更迅速更直接的反应。同时呢，它也拉高了变速箱的升档转速，把8档这个档位直接就给干下岗了。只有在平顺的高速巡航的时候，这个8档才能重新上岗，其他的时候这个8档处于退休看孙子的状态同时在动感模式下，车辆整体的声浪会把晚会的气氛推向高潮。那作为敞篷车嘛，买的就是这个情调，多花钱买的敞篷，买的不就是浪漫气息、浪漫的感觉吗？但这个敞篷给我算是白瞎了。一呢是达拉斯这段雨水太多，二呢我也不认识个什么小姐姐一起去吹吹风啥的。我一个老登，没事把棚打开，吹着本就在陆续退役的头发上面，确实有点煞风景啊。要是怕晒呢，再戴个帽子。要是怕帽子吹飞了呢，再把帽子系个绳子。当然这些在敞篷放着嗨曲的面前，这都不叫事儿。那从动态上总体来说，这台车呢，它就不是鸡翅白脸开那种钢炮动力输出比较大气，车身呢带有德系的谨慎的舒适范儿。你把棚打开呢，放松心情，任湿凉的海风吹动着副驾的长发，带着淡雅的阵阵香气拂过主驾脸庞，一切的一切刚刚好。哎我去，这谁往我车里吐口痰呢？这是谁干的？哎我去，是鸟。综上呢，就是这台 S5 敞篷版这几天体验跟大家交个作业这车呢，内饰外观动态上，不论是设计还是调教，都算得上是恰到好处。在这种2个门的车里面，它算是一个温文尔雅的存在了不激进不暴躁。当然你要是给它撩死急眼了，它掰到动感模式，一般车也不怵踩个地板油推背感也挺冲。但这车呢，总体来讲我觉得还是适合放松心情去开至于叫个什么 S 呢，我估计也是为了上6缸加点钱找个由头那近年来呢，美国汽车市场这种2门小敞篷的细分市场风光不再留下的这些产品呢，除了极个别的产品之外，价格也是水涨船高。像这种小众车型，有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试还是挺文艺，还是挺骚气的。以上视频谢谢大家。